大家好，我是 DeepIn 用户，武汉轻工大学 DeepIn 校园大使 PZM9012。我加入 DeepIn 社区已有3年半的时间了，这期间我见证了 DeepIn 的2次更新换代。这几年来 ，DeepIn 在提升应用性、推动软件硬件生态发展等方面的付出是大家共睹的。系统上手难度比我最初接触时低了很多。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 ，DeepIn 会日益完善，未来将成为大多数电脑用户的另一个选择。深度社区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版主陈默。如果大家水论坛比较积极的话，应该会对我比较熟悉。我是生活应用商店的 leader 和现在的维护者。今年是我使用 DeepIn 的第5年。深度操作系统是国内领先的 Linux 桌面发行版，无论是在系统稳定性上、界面美观度上，还是社区活跃度上，都做到了国内领先的水平。目前我已经在使用深度 V23的测试版本了。目前来说，跟社区的建设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也在力所能及的帮助官方大大们去寻找和反馈问题。2014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并使用 DeepIn 操作系统的一位忠实老用户，从当时开始接触到现在已经9年了，时间过去了。从去年开始，我将 DeepIn 及其衍生操作系统作为我的主力操作系统来使用。我是一名 Linux 操作系统爱好者，我大概是从去年这个时候呢接触 DeepIn 系统。DeepIn 系统让我的这个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应用，并且它非常的美观，让用户可以说是爱不释手。我名王万秋，出生在晚秋，所以在论坛里名称晚秋。我是一位70后，从事的职业是航展工匠。我是一位不太懂计算机技术的深度。我第一次与深度结缘在2020年，当时买的华为笔记本组装的就是深度。DeepIn 的话，我使用了将近2年多，将近3年左右吧。然后整体感受的话还是很可以的。我加入活动后，大家挺快的很多的。因为在我的见证下，有越办越好，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使用 DeepIn。我相信在不久将来 DeepIn 将会成为 Linux 家族中的中流砥柱。I use DeepIn because it's the only distro that tries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I love DeepIn. Thank you guys for being there. Hello everyone. Great to see you.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at DDUC 2023 to share with you my passion for DeepIn,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functional Linux distros of all. My name is Dara, I am a software engineer and I live in Brasília, Brazil, and I am co-founder of the official DeepIn Brazil community. And believe me, DeepIn is international. I have been using Linux since 2008, and in 2017 I met DeepIn in version 15. And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For m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DeepIn is UDDE and the family of nested programs. My dream for DeepIn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DDE Office suite, and you can count on me for that. I wish for all DeepIn users around the world success and welcome to DeepIn Century. 我目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同时我也是我们 DeepIn 的校园推广大使。对于 DeepIn，我希望它能够继续保持创新和进步的态势，希望团队能让它改进操作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当然，我也希望 DeepIn 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使用它，享受它带来的便捷与方便。同时，也祝愿 DeepIn 深度社区越来越繁荣，成为开源社区中的典范。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 DeepIn 的大家庭中，共同贡献和分享，让 DeepIn 在开源领域继续发光发热。我从今年3月开始在自家电脑上使用 DeepIn， 至今已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觉得 DeepIn 是个界面美观、易于使用，对像我这种 Linux 初学者友好的操作系统。在开始使用 DeepIn 的同时，我也加入 DeepIn 论坛，积极地反馈系统 bug 以及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最后，我希望 DeepIn 能够发扬光大，做受人欢迎的优秀系统。大家好，我是 DeepIn 校园联盟电子科技大学校园大使杨世兄。在与 DeepIn 相伴的6年中，我见证了 DeepIn 从15.7到23版本的巨大飞跃，也见证了它的用户数量的大幅增长。如今，在开发人员的不断努力下，DeepIn已经成为了一款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易用、对用户越来越好的操作系统。我第一次使用 DeepIn 是在我初中时，当时在体验过众多 Linux 发行版之后，DeepIn 其稳定美观的图形界面，然后我见证了 DeepIn 这么多年发展的历史，它变得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今后 DeepIn 能在开源和新创方面做出更多优秀独特的贡献。关注 DeepIn 这个操作系统大概有3、4年时间了，不过对深度这个系统的关注，可能要追溯到之前的叉油盐那会儿。DeepIn 的这个整个社区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友好，而且响应非常快。我可能日常开发或者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群里、在社区里的疑问，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给我解决方案。而对这个系统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做到了像官网介绍一样，这个系统可以开箱即用，对不管是开发人员还是平时使用人员都很友好。然后最后还是祝整个DeepIn越办越好。大家好，我是DeepIn用户最爱智，我是四平市第25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我同时也是DeepIn WS 子系统移交工具以及20稳定兼容的作者。那么在2022年下半年呢，我通过朋友的推荐来到了DeepIn社区。那么最开始我使用的是 UOS，在使用 UOS 过程中，我结识了一名解答组成员，通过他的推荐，我尝试了DeepIn，并加入了DeepIn社区，至今也有1年时间了。这1年我亲眼见证了DeepIn跟社区的诞生，也让我的技术得到了增长。同时，我也见证了DeepIn用户和广大 Linux 爱好者为DeepIn社区做出的贡献。那么，我衷心祝愿DeepIn社区越办越好，越走越远。大家好，我是深度社区用户 GF，是一名在校的一个高中学生，同时也是万引擎器、Visual 引擎器、UNG 引擎器、DeepIn Community Lab CD 以及 Define DDE 的一个弱者。我是2020年上半年呢来到这个深度社区的，现在已经3年有余了哈。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DeepIn 自然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 DeepIn 一定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最后用李白的一句话送给深度以及屏幕前的观众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DDUC DeepIn 加油！加油 DeepIn， 加油 DDUC DeepIn 加油 ！DDUC DeepIn 加油 ！DDUC DeepIn 加油 ！DDUC 深度加油 ！DeepIn 加油 ！DDUC 加油 ！DDUC Dee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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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各位现场的伙伴以及线上关注 Deepin 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 Linux 中国开发组组长白焕成，感谢 Deepin 社区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在今天担任第13届深度开发者与用户大会主持人。在此，我代表 DDUC 组委会衷心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天一到场呢，就感受到了所有 Deepiner 的热情，也很开心能够与各位热爱开源、热爱 Linux 的朋友们一同见证 Deepin 社区的成长与进化。当然，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惊喜多多。在座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比如我们的 Deepin 创始人刘文欢先生，我们 Deepin 社区的主席张磊先生， Deepin 社区研发负责人张继德先生， Deepin 开源社区中心负责人王耀华先生，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王云龙先生，智谱 AI CodeGX 团队负责人郑勤凯先生， Linux 中国开源社区负责人老王，以及英特尔公司开源软件研发总监杨继国先生。此外，本届 DDUC 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 Linux 俱乐部的伙伴出席，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和广大的开发者一起来为开源、为 Linux、为 Deepin 做出贡献。大家从五湖四海汇聚北京，都参与或见证了 Deepin 19年的成长。想必今天有不少朋友都是第一次在线下与 Deepin 的创始人们见面。那么首先，我们邀请 Deepin 创始人刘文欢欢哥来闪亮登场。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啊。这个今天特别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 DDUC 的会场。其实 DDUC 在第一次举办的时候是在2012年在武汉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 DDUC 当时就想提供一个这样一个机会，让喜欢和关心深度社区的朋友们有一个这个认识和相聚的机会。别看名字叫得很大其实主要还是想让大家有一个玩的一个地方但是没有想这件事能玩多长时间这个结果呢今天回头来看，这个不知不觉虽然中间遇到各种困难或者问题，但是呢他从来星火未断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3届了已经走了13年的历史。当然大家也知道深度的这个做操作系统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从12年开始，刚才在下面跟这个我们就是包括老王在聊的时候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深度的前身 Heavy Linux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明年呢其实是这个我们从04年开始应该是20年所以那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也想怎么说呢，特别感慨回顾一下在过去的这几年，大家也知道这是深度这个社区其实要跟国际上的这些开源社区或者发行版的开源社区相比，像类似的其实还跟Ubuntu还是挺像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开源的社区，同时后面呢也有公司的这个商业公司的支持那像 Deepin 社区其实它是一个跟我们社区类型是不太一样的。后面有商业公司支持的这个社区呢，应该来说叫有利有弊这个有利的方式呢，就是说它会有一个稳定和持续的研发的团队它的这个研发呢，它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规划的那这是它的好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它的弊端就是呢这种支撑的这种社区，通常呢它的这个治理的结构的话呢，它的这个和社区的联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而且呢它可能会受到商业公司的这样一些策略和运行的一些影响这个只是我们最开始在做社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看到了。所以在过去的10几年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平衡，怎么样能够说对于一个开源社区来说，这种治理模式我们商业和开源社区怎么样取得这个平衡，怎么样能够相互促进和发展。那实际上来说呢也走过弯路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反正至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跟我们的社区的同事在聊，我说过去几年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太好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后面的商业公司也在中国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桌面发行版这一块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呢忽视了在过去几年相对来说忽视了和社区的联动。我说社区的这个运行还是要回到社区的本质，是真正给大家不管是用户也好还是开发者也好，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好玩，能够一起玩，能够一起做贡献如果只有回到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所以这些工作呢，我看今年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好的一些成绩吧。我们的社区今天刚才其实那个开场的那个里面的有很多东西，其实我都没有看过啊。我看到以后我也特别的高兴啊。其实这些年除了我们有很多老用户以外，最近这1-2年也有一些更多的新的用户，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社区的学生的用户啊，包括我们的海外用户啊，越来越多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才是真正觉得是一个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回顾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心或者说本质是什么啊？其实一直来说就是说我对我们当时启动来做深度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中国我们从国内的这个开发者，我们从整个国际社区 Linux 社区获得了大量的这种学习的这种资源和发展的这样一个帮助，但是我们对整个这个社区的回馈其实是不够的啊。我们觉得说在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给全球的 Linux 的这个社区能够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啊。那么 Linux 桌面，当然大家知道，虽然说操作系统有很多类啊，那深度的这个 Deepin 的这个社区呢，还是主要以桌面是为主的啊。那么大家也知道说，在整个现在全球的这个操作系统市场当中，其实 Linux Linux 是个内核，它不是发行版，对吧？那 Linux 内核的支撑的这些各种操作系统，其实已经应用领域应该来说是非常大的，它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啊，包括在服务器端啊，包括在物联网啊，包括在手机端，大家也知道，安卓的底层其实也是 Linux， 但是唯一没有做好的就是在桌面啊，做了这么多年啊，以至于曾经想这个打败微软的乌班图，最后在前几年也宣布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啊。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初心还是没有变化的啊。哪怕遇到了困难，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让 Linux 在桌面的这种应用场景当中，成为就像它在服务器、在手机端这样的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个平台啊。而且实际上来说，在桌面这个应用领域，我们认为在未来10年。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算平台啊，也不可能说因为有了新的技术出现，马上它就会被淘汰。其实我们在很多应用场景上，还是桌面的这种应用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坚持。我相信啊，这个我们的13届啊，就是这才只是走了一小部分，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工作需要去做啊。那么像在过去的这些年呢，我觉得就是说。刚才谈到的是我们在谈到商业和开源的这样一些想法或者认识，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样一个摸索吧，从我来看啊，就是我希望我们在 Deepin 的后面的支撑的这些商业的这样一些行为，商业的公司和商业的产品，它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吸引更多的用户能够反馈我们的这个或者说加速我们的生态的建设，因为你没有商业用户，没有用户。其实 Linux 桌面的生态永远是很难建立起来的。目前来看，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还的确是看到了效果。至少在中国的这些用户啊，大家都看到了，在3年前，很多不支持Linux 的操作系统的这些国内的主要的应用软件厂商和硬件厂商都开始支持了，是吧？我们看到了 QQ， 我们看到了微信，我们看到了钉钉，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些游戏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因为商业上的成功，它推动了我们整个社区生态的这个发展。但是再往后走，我觉得社区仍然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通过社区来做创新，我们需要社区能够这个更好的联络我们的上游社区和我们的国外的社区和国外的社区用户，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几年当中经过一些尝试摸索啊形成的这样一个认知吧啊，也是未来我们会坚定不移的去这样去做的啊。我希望说我们这个社区。也是我给我们社区的小伙伴们一起提的一个想法和要求啊。我说深度的社区未来一定应该是个更开放、更国际化的这样一个社区，而千万不能是关起门来造车啊。只有这样，我们这社区才有真正意义上生命力，才能够在未来再过13年还能看到我们啊。这是这个我们对社区这一块啊，就是我是一直是这样一个想法。那最后呢，实际上大家也知道 ，Linux 有一本自传叫 Just for Fun， 啊，其实我希望说我们 DDUC 呢，啊，包括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是我们第一次啊，在一个吃饭的地方来举办 DDUC。以前做 DDUC 啊，这个我们有在学校的这个礼堂里面做过的，也有在酒店的会议室做过的，
今天能够在这么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的好。我也祝大家今天能够在我们的 DDU 上这个玩得愉快 ，Just for fun， 谢谢。好，感谢欢哥的精彩致辞。Deepin 都知道，2023年 Deepin 社区呢，其实有非常多令人瞩目的大消息、好消息。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节点。所以呢，我们想在今天的 DDUC 上给大家做一次总结。接下来有请 Deepin 社区副主席王耀华来为大家分享 Deepin 这一年的成果，有请。大家下午好啊。这个 DDUC 刚才刘总说了，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个人自己的定位啊。当然刘总说搭了一个平台，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更像是一个，就是从深度的角度来去跟我们的用户和开发者线下见面交流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非常重视这个机会的。但是头几年因为这个特殊情况的原因嘛，我们实际上每次都是线上的，线上我们讲一讲，实际上缺少了这个 DDUC 的精髓。今年呢，我觉得很好，有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场地，然后又来了很多这个新老的朋友，包括这个新认识的朋友，还有一些一直都在武汉，但是从来都也不是说从来没有啊，长时间没有见面，跑到北京来见面的一些朋友。那刚才刘总说，其实看到那个视频啊，就我们用户那个视频，其实我之前也没看过。刘总刚才说看到那个视频以后，他很高兴。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感受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真的就我打心底里边感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现在那个用户群体，以前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学生会多一些，但是现在发现就是我们不仅有学生，我们有这个教培行业的这个老师，还有一些这种我刚才那位大哥，我不知道他是具体做什么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海外的朋友，海外的朋友刚才有一位讲了很长时间，那个一直在我们社区里边，就天天给我们报问题啊，提需求，就真的是10年如一日，一直陪伴着我们。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事情还是非常感动的。好，那么问题来了，就这么多用了我们这个 Deepin 操作系统的老用户，我不知道在现场的有多少是我们 Deepin 或者 UOS 的用户，都是有一半吧，我看是吧？那说明我们的那个。看 DDUC 已经成为这个不只是 Deepin 这个发现版，更是中国这个广大这个比如说开源爱好者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平台的意义就变得更加大了。这是我今天这个一些简单的感受吧。其实今天我的这个分享的主题叫 Deepin 深度社区的2023。然后呢，一个是把我们去年的一些工作成果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嘛。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在某一点上，我跟刘总可能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就是今年如果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有一句话可能最能代表我今年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年终的时候吧，去参加那个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举办了一个闭门会议，他把那个Linux基金会的董事长，好像是董事长吧，请过来了。然后当时在闭门会里边那个分享了一句话，他说就是 Linux 基金会的存在就是为了支持他为他那 Linux 那个社区贡献的这些开发者，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而那个开发者里边可能有上百个甚至上千个开发者，但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服务前面那些对 Linux 贡献最大的可能 top 20个，把这个做好，这个社区就成了。那我觉得其实刚才刘总提到了一个事情，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这个深度社区后边有统信或者有这个武汉深度科技有限公司啊，它到底在里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对应过去，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运营方，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然后给我们的开发者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说今天呢，我的分享的主题大概有3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其实主要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演进的一个情况做一个汇报。然后第二部分和第3部都是连接我们开发者和连接用户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版本情况。版本情况的话，今年其实发布了有4个版本，
那图上的话，其实刨开2022年的，其实有大概有3个全是 V23的，还有一个是 V20的20.9。然后呢，其实后边部分的精力，这个在我们社区里边其实都清楚啊，大部分投入到我们下一代操作系统 V23的开发里边。然后 V23呢，其实这是我们第一个从我们去年宣布了所谓跟社区，然后就成为一个独立发行版这样的一个宣布过来以后，第一个操作系统版本，实际上也是第一个呢充满挑战，第二个也充满了乐趣吧。然后呢，从我们去年发布了阿尔法，本来预计今年可能会发布一个正式版的，但是其实可以看到中间充满了曲折。发布了阿尔法以后，发布阿尔法2，然后发布阿尔法2以后，发布贝塔以后还有贝塔2，贝塔2以后还有没有贝塔3呢？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然后这部分压力呢就转给我们后边的同事去做一个分享。那这里边呢，其实也做了非常多创新性的事情啊，包括我们从底层去重新构建我们的系统啊，包括我们这个在 V23这个刚才看见的那个宣传视频里边有这种全新的桌面环境，还有包括等等就是跨端协同啊，还有我们的玲珑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实际上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需要大家稍微等一等。然后呢，比较好的消息呢，就是 V23虽然还没有正式发布，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社区的用户都在帮我们去做测试，甚至这个投入使用。所以说那个上面写嘛，现在累计下载量已经有，大概统计的还有应该有接近50万了。然后呢，当然最后呢，其实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在修复很多的 bug， 因为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我们认为说是 V23正式发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吧。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其实对，我说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社区这块的情况。社区情况刚才说了，其实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其实就是从原先这个非常聚焦在产品，我觉得今年把那个社区的地位提高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说起社区呢，我觉得离不开的一个概念叫 C 个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 C 个组的话，我们社区现在大概有差不多40个 C 个组，然后就是有覆盖这个系统的，覆盖我们的桌面环境的，包括我们这一页这样展示的，把我们这个操作系统或者说这个操作系统移植到其他架构的，然后这个桌面环境移植到其他发行版的各方面的这个社区那个 C 个组都有。那这就是其中一个 C 个组的一个贡献啊。然后把我们这个虽然还没有正式发布，但是已经把比如说像 V23的 DDE 桌面移植到我们的Ubuntu DDE， 然后我们的这个 Arch Linux 还有 OpenSUSE， 还有那个包括一个非常新的这个发行版 Linux OS， 然后这些移植完了以后，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这种常规发行版没有做的事情啊，包括把我们这个去支持这个Apple 的 M1 芯片，然后去支持这个 Windows 的这个 WSL。但这个我作为一个比较实在的社区，我得在这边说个声明，因为那天我看见我们发了个新闻说我们支持 WSL 了，然后就赶紧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朋友圈就有人问说你这个支持图形界面吗？我说可以支持，然后下边就过了没几分钟，然后就有一个用户过来报了一个 bug， 说你们这个一堆的这个深度应用在这个 WSL 里边其实显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在此跟大家声明一下，可以尝鲜使用，但是呢就是可以体验一下吧，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新架构支持。说起新架构支持呢，当然我们现在有支持我们的那个国内之前就已经在做的 LongArch， 然后有我们的这个 ARM，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我们新型的这个架构叫 RISC-V。RISC-V 从它正式面世以后啊，其实在开源社区里边还是掀起了比较大的这种我认为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波澜嘛。所以说呢，各个开源社区对它还是非常看好的，尤其是像国内很多硬件公司都在做 RISC-V 这样的一些硬件，当然深度社区肯定也是投入这一块。但我想说的呢，实际上我看到的在国内当然做这个 RISC-V 硬件的这个厂商也很多啊，但是我看到这个在做这种软件生态的，其实一直都是那几位在我心里边是英雄啊，包括像今天来到现场的肥猫啊，还有这个 Relos 啊，还有当然我可能不一定认识，但是这些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尊重和可敬的吧。他们把 RISC-V 的这个生态不仅
弄到了我们 DPin 的这个社区里边来，还有更广大的这个发行版以及其他的这种应用软件，所以说我觉得这部分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当然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啊，这个给我们贡献这个 RISC-V 分支的这个 Ray 老师今天中午在那说，然后帮我们搞定了到也就是在我记得应该是搞定那个 Stage 2那个仓库的时候吧，大概中间有一个阶段，然后有一天突然在那个朋友圈里边开始骂 DPin， 说你这个社区怎么样。我那天正在刷朋友圈，突然看见这么个事情，对，他骂的还非常有风格，知道吧？总共骂了5句，然后中间一句是说骂累了，等我去吃个麻辣拌，回头接着骂，然后又补了2句。我看见的时候总共已经有5句了，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粉转黑了？完蛋了！然后我就赶紧给他发消息，然后第2天就拉了会，然后大家一块去和解，然后说这个里边有些什么问题，包括说DPin你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然后可能有一些同事比外部的人的权限可能会默认高一点啊，等等，还有一些这种就是社区运营上的一些事情，还有包括像他其实一直在我们另外一个分支和仓库里边去做 RISC-V 支持这样的一个分支的一个仓库，其实一直也没有合到这个主线里边来。我当时就觉得呢，我开完会以后，我拉着记者就我们这个社区的研发负责人在旁边开了个小会，我说就是如果说我们连就是 Ray 老师这样对我们做出这么大贡献的开发者，我们都能让他粉转黑，我说我们就不用做社区了。这也就为什么今年对我触动最大就那句话，所以说当时跟记者说，就我们俩商量说吧，第一个呢就是达成前面这个共识，这种开发者我们绝对不能失去掉。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开源社区以前的一些这种外部贡献啊，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在内部去接受，可能接受它的这个难度比拒绝它的难度要难很多。那我跟记者说，那以后我们这种态度应该是帮助这个开发者，他只要贡献了，我们内部人的作用是什么呢？帮助他把这个东西合进去，这应该是作为我们第一个这个态度去执行我们这个社区外部贡献的一个合并上面。所以借着这个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当然，现在我们呢，这个 RISC-V 的支持程度，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已经从那个完全的一个分支版本已经开始，就是往我们主线合了。预计今年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吧，应该会正式合入到我们的主线里边。它也支持了蛮多这种国内设备啊，我就不一一去说了。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这个社区这一块，其实除了像前面提到的这些重要的 C 组啊，我觉得一直有一些这种不显山不漏水，然后也始终没法露面的这些 C 组啊，我觉得做了蛮多背后的事情。我今天也一块对他们这个工作做出一个感谢吧。第一个就是像我们的系统开发这个 C 组啊，其实从我们开始做这种独立上游以后呢，实际上维护了非常多的软件包，包括自主维护了，就是不再跟随上游，自主选型，自己去维护这种软件包的尝试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在背后付出了非常大的这种努力和贡献。然后呢，包括像我们的这个 Wiki 的 C 组，其实对于一个 Linux 来说，对于一个日常就是大家可能在座的都是一些这种，比如说使用 Linux 挺长时间啊，或者说至少说这个不是那么这个不熟悉的这种程度了。但是对于非常多的这种 Linux 小白，他其实对于操作系统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去用命令，怎么去管理权限，怎么去做一些基础的操作，可能都不太会。所以呢，当时我们也投入比较大的精力去建设我们的 Wiki。那其实光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肯定是不太够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跟外部的这些社区的成员一块去贡献我们的 Wiki。今年其实看参与建设的人累计下来已经有接近500人，然后发布文档也超过了1000多篇，这都是今年一些成绩。包括我们的 i18n 就是做国际化的 internationalization 这一块，然后呢，实际上当然国内有一部分啊，实际上很大量的这些这个国外大概有30多个语言嘛，就是除去中文以外，这些所有的语言其实都是我们靠国外社区这些翻译的志愿者在帮我们做这一块的事情。所以说今年其实我们 V23 重新做了这个全新的这个界面以后，实际上这块翻译工作量也非常大。今年我们又跟国际社区上这些以前帮我们做翻译比较
多的这种包括的这个翻译员啊，还有这个复合者，还有管理者，我们都重新建立联系，重新把我们这一块其实发展的更好一点。包括我们的DeepIn那个内测组的话，其实今年虽然说我们 V23 版本上发了就大概3个，但实际上不停的这种小更新啊测试其实蛮多的，所以这块其实也感谢大家做出了一些贡献吧。最后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 AISIC 组 ，AISIC 组呢，说实话，其实主要还是我们内部的一些同事在去做，当然有一些外部的同事那个朋友在参与啊，但实际上主要还是内部推动。我们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开始觉得说，这个作为一个国内领先的操作系统发行版是吧？对于我们外部的这种大模型这种强趋势，我们觉得不能坐视不理。但是呢，这块确实怎么说呢，还非常就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怎么去做还非常不够成熟，大家都在摸索。那我说这个跟公司商量一下，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做尝试，哪怕是在做一些应用层面上的。所以说呢，当时就做了几个事情。第一个呢，就跟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包括像这个今天来到现场的智谱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百度啊，还有这个讯飞啊，这些国内的大模型厂商去做了一些适配，然后呢赋能我们的DeepIn应用。现在大概可能有3款，然后将来我们到年底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应用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就是融合我们的这个大模型能力的。当然这是我们在操作系统跟 AI 融合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个小试牛刀的这样一个状态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就是跟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智能化深度融合。当然今天的话，其实我没有把这个演示的环境准备好啊，其实这个预计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正式发布到社区，供大家去做一个那个体验。那现在主要就是我们的浏览器、邮箱，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助手，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邮箱里边，比如说写邮件的场景啊，然后搜邮件、读邮件的场景啊，在我们这个浏览器里边，比如说可以这个读文章的时候啊，还有包括写一些材料的时候，去融合我们大模型的一些这种能力去做使用。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全局搜索，这是我们在系统里边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服务，就是可以快速根据这个文件名搜索到你需要的这个文件。那我们也对它做了一些这种AI 相关能力的一些赋能，就是让它可以支持这种自然语言，而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必须搜一些非常具体的这种关键词，然后对这块去做了一些赋能。这是我们 AI 这块的一些成果。那实际上再回到我们开源社区这一块，其实前面呢也有很多这种这个 SIG 组之外的这种贡献啊，我就不一一去说了。那总计来说的话，实际上去年有一个变化，去年我们这个对上游的贡献好像是比今年对上游的贡献比去年好像是弱了一些。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贡献是最主要的这个转变是在我们这个接收外部的贡献比去年要好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精力主要花在这块儿，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那总共的这个上游贡献的话，累计几年吧，大概2、3年，然后派系数大概有920多个，然后呢涉及到很多项目，然后代码的行数也接近5万行嘛。今天我们在聊天说，这已经相当于一个重新做了一个这种中等项目的这样一个代码贡献量。然后呢，今年接收了很多这种外部的这个社区开发者，然后大概有70、80位，然后呢贡献了有800多个这种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在做什么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在帮我们去完善我们玲珑包这一块。玲珑包的话，其实是我们去年正式对外推出的吧，然后今年一直在不停的完善。然后呢，外部的有不少的这个，一个是高校啊，还有一些这种这个开发者，他其实对我们玲珑这块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们也跟开放原子基金会联合做了一些这种这个活动，所以说这块其实我们在我们社区里边目前是活跃度最高的一个子类之一。那现在玲珑商店的话已经上架了大概有500款左右，然后呢预计到今年年底啊，我们希望是能够达到2000款。这样的话基本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大家日常使用的这些常用的软件基本上都能覆盖。那我们的玲珑包我觉得就达到了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呢，实际上今年在工具这一块，因为要支撑这么大量的这个玲珑包的这个
打包工作，所以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具，其中现在已经做完的就是我们的 DB 转玲珑，还有我们的 APP Image 转玲珑，然后呢正在做的是 RPM 和 Flatpak 转玲珑这样的一些工作，也希望说这方面能够促进更多的这个对玲珑或者说对我们社区这块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朋友一块来参与到这块的开发。然后呢，当然玲珑原先最开始的时候是为 DPIN 或者说我们这个发行版去做了一些设计啊，当然其实感受到大家的这种热情以后，其实我们也探讨了一些非常多的可能性。其实后来我们的这个范围就覆盖的更广一点，现在也希望能够支持到更多的这个发行版，预计到今年可能能支持除了 DPIN 以外的大概4款这个发行版。这是玲珑这块，然后开发者工具这块刚才提了玲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发者工具里边，其实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发布的那个 1.0 叫 DPIN IDE 这样 1.0 那个版本。现在呢，第一个版本里边主要支持一些基础的这个 IDE 需要的这种比如说代码编辑啊，然后代码调试、代码这个构建，然后这些基础的功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一些特色，比如说多架构的支持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反向调试这样的一些能力。那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个新的这个更新版本，我今天带来了一个安装包，然后呢，晚上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开发者之夜，我们可以一块去看看新增的这些特性有哪些，我也卖个关子先。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最后就是我们在 DTK 这块 ，DTK 这一块的话，一个是我们这个2方面吧，今年也跟这个同事一直在商量。一个呢就是我们 DTK 本身 ，DTK 本身的话，其实今年主要是因为顺着 V23的这个发布，我们把很多这种开发套件从原先的 DTK 这个 widget 慢慢的转到了这个 DTK 这个 declarative 这个模块上面去，所以说这是新增的一个模块啊，就是以更方便的这个声明式的这种语言来支持这种图形界面的开发。然后呢，这是新增的一个模块 ，System Settings 也是今年新增的模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 docs.dpin.org 里边，基本上把我们原先就是落下的这些模块的开发文档，基本上都能补全差不多啊，我觉得大概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很重要的也是这个在 DPIN 这个发行版里边，我们率先支持了这个 Qt6。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在泛开发者建设这一块，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如果说主要是 DTK 这一块的话，可能对于一部分这个社区爱好者的这种门槛还是稍微有点高的，所以说我们打算把我们这个开发者支持的一个范围啊，从原先的 DTK 或者说 Qt 这样一个范围，扩大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I 开发，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移动开发。就是包括一些 Web 开发这样的范围，这样呢，一个是我们会对我们的开发者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另外呢，也希望更多的这种在这方面有这个能力和有这个热情的爱好者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事情里边来，一块去对我们的社区提供更好的支持。然后最后一部分呢，我想提我们这个连接用户这一部分。连接用户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今年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嘛，因为我们确实在内部还是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更加专业或者说更加有热情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热情的一个运营团队在负责我们的包括论坛，包括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的市场来去做这样的支持。然后现在呢，就上面那些数我就不一念了，其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可能就是把我们那个大家都就是这个用的很多的这个深度论坛，从原先的只支持这个网页端，然后搬到了我们的这个微信里边小程序。然后起的标题叫上线微信小程序，随时随地泡论坛。这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每天早上大概微信能接到3类的消息。第一类的消息是很多这种 OA 审批的，就晚上有些同事提 ON 审批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是我给别人留，因为我晚上睡觉比较晚，我经常研究一些东西，可能突然想到个事情，我怕明天忘了，我就发给同事，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给我回很多。这是第2类，然后第3类呢，就是我们尊敬的这个刘文欢先生，每天给我发这个论坛别人报的 bug， 所以大家看我虽然说这个外表还挺阳光，但每天早上就是一朵乌云压在我的头顶上，
现在呢，这个随时随地泡论坛，刘总拿到这个东西可以每天很方便地给我8 bug。当然这是开个玩笑啊，实际上呢，就是我自己现在用这个东西也比较多，但是它其实还差一些东西啊。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一直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社区里边那种那个小浣熊用的这种贴纸，其实现在还不支持，我也比较喜欢发那个小贴纸。然后另外呢，其实跟微信现在的消息还没有打通，可能对于我有时候经常会，比如说给别人做一个评论啊，然后别人有回复了，其实也一直不知道。这个打通了以后，我觉得会给大家更好的一个体验嘛。但这个呢，其实是一部分，其实我觉得核心呢，实际上还是把我们就是不管是社区里边，在我们论坛里边，还是说我们这个用户啊，他的这个需求或者说这种 bug 能够及时的转到内部，快速去迭代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产品变得更好。所以说，除了前面我们的这个论坛的改版以外，其实今年还做了另外一个事情，当然这一直都有啊，但是今年可能这块就打通会更好一点，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深度之家，深度之家是我们推出了一个连接用户这样的一个应用吧，然后里边可以关注我们的社区，然后也可以这个做交流，包括我们的这个参与内测。但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在这里边去把一些就是你报 bug 或者提需求里边需要的一些额外的信息，在这里边方便的提交上去。然后呢，我们内部也可以形成一个工作流，然后这样去整个把我们的这个工作给串起来。然后说起回归呢，除了我们的 DDUC 这个变成线下以外，其实今年还有几个我们在原先 DPIN 其实做的非常好，但是后来其实因为精力顾不上，其实没有特别在做好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武汉 LAG， 现在每个月大家都会在武汉举办一次这种这个我们的 Linux 用户的这个沟通的一个线下会议，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边畅所欲言，然后去像我们今天一样吧，各自分享一下自己的主题，关注的这个技术啊、产品啊，还有自己关注的一些这种这个技术新鲜的一些观点嘛，等等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年开始做，明年可能会做得更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除了这个武汉 LAG 以外呢，其实在我们其他地区，然后也有蛮多的用户。然后呢，其实说你光有武汉 LAG 好像也不太合适，所以说我们也在全国呢，其实慢慢组建这种这个 Meetup。那现在呢，大概也举办了有，记得好像是3期是吧？然后武汉那个广州好像有1期，然后北京有1期，上海有1期。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希望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去更多的交流，然后达到一个这个互相促进这样的一个效果吧。除了前面这些是我们以前探索的一个模式啊，其实今年探索了一个新模式，叫 DPIN 的校园联盟。刚才我们的那个用户的这个视频里边其实也有一些提到的。然后我们现在 DPIN 校园联盟，因为跟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发行版那块推广这个教育这块，其实做一些联动，其实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大概覆盖我们国内100多所高校，然后也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热心的这个联盟的这个主席在帮我们支持这样的事情，其中包括像兰州交通大学，还有枣庄的这个职业学院，还有这个电子科大，其实做的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趁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吧，也是对我们这个校园联盟、校园大使，然后做一个感谢。这个下边这个安徽这个学院可能名字比较长，还是比较占优势，占了2个。对他们表示这个衷心的感谢吧。以前我记得深度社区做过一个就是装机志愿者的活动，然后我原先觉得那个活动其实可能不会有多少人参与，但是当时我居然就是零零星星的散布在全国各地。我觉得这个校园大使可能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把那个事情给传承下去了，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对于我们整个开源文化的推广，还有 Linux 使用啊，我觉得在学校里边其实非常好的一个通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然后还有要感谢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跟我们有一些这种贡献的一些高校，然后还有一个在我们整个今年的活动里边，对我们有一些支持的这种厂商，包括无缝图像啊，还有这个极速科技，当然还有几家厂商我没有把它 logo 放上来，这个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还有我们广大的这个参与我们 C 个组的这些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好，还是我们的外部的社区的爱好者也好，对大家表示感谢。然后呢，最后想说一句啊，就是我觉得深度社区在追求什么，或者说用一句话怎么去形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理解上看，就是深度社区最尊重的人，永远是那些最具有黑客精神、最具有开源精神，然后愿意自己动手去改变我们看不惯的东西，或者说觉得不太正确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我们社区里边最尊重的这些人。那希望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感谢这些人，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加好。然后呢，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社区。然后最后感谢大家，谢谢。感谢耀华给大家的分享，也给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社区的发展和社区的趣事儿。通过这些大事件呢，还有一些趋势，我们大家能够看到，在过去的这一年里，Deepin社区中各个 C 个组开发者参与到社区当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大家的所做的这些贡献呢，都会在 V23的版本当中有所呈现，所以 V23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版本。当然，我们 Deepin的每一次的成长和蜕变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些伙伴。那大家刚才在 V23的介绍里面也看到了说 RISC-V 这样的一个很新的芯片架构，它是一个我们整个芯片架构的后起之秀。接下来我们有请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王一龙先生带来分享开源开放共建玄铁 RISC-V 软件生态。各位 Deepin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阿里巴巴拼多多的王云龙，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来参加这次线下的活动。那阿里巴巴拼多多一直在致力于做 RISC-V 的这个 CPU IP 的这个产品化的工作，所以可能 Deepin社区的朋友们对于 RISC-V 可能有一些是已经了解的比较深的，有一些可能不太了解，所以今天借助这个Deepin社区的这次活动，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拼多多在这几年围绕 RISC-V 做的一些包括 CPU 包括一些软件以及开源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开源开放共建玄铁 RISC-V 软件生态。那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整个 RISC-V 目前技术的一些现状。那这里面呢我给这个下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肯定的一个论断，叫 RISC-V 已经具备进入复杂生态系统的能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随着目前市面上面越来越多的这个高性能的 RISC-V IP 的产品的出现，包括整个 IVI 基金会里面像Vector 扩展指令集的这个标准化，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 SOC 的厂家能够把整个高性能的 RISC-V 的一些 SOC 产品推广到市场上面，当然也会衍生出来一些包括开发板包括硬件平台。那开发者其实已经可以真正的触摸到高性能 RISC-V 的一些产品和开发板。那RISC-V 已经从几年前它仅仅能够支持一些封闭系统的一些嵌入式领域的应用，真正进入到了像现在比如说像安卓包括一些 Linux 的一些桌面发行版这样的一些复杂的操作系统上面的适配。那我们也相信未来在像数据中心像车载像工业控制甚至像桌面办公这样的场景下面，会有越来越多的 RISC-V 的芯片产品和应用出现。那平头哥一直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玄铁产品线向更高的性能更复杂的生态领域来不断的突破。从18年我们发布第一颗 RISC-V IP 产品开始，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面向增强计算的 C 系列，面向能效优化的 E 系列和面向可靠实时的这个 R 系列，这3个系列数十款CPU IP 的产品。除了这些 CPU IP 的产品以外，我们也围绕 RISC-V IP 向我们的生态合作伙伴包括我们的一些客户提供了像工具链包括操作系统包括面向领域的一些应用框架这样的全站的软件的支持。那在开源工作方面的话其实拼多多早在2021年的云栖大会就对外开源了我们当时主流的4款
RISC-V 的这个 IP 产品，同时也配套推出了各种操作系统，包括一些编译工具链的一些支持。那其实硬件开源跟软件开源有些不一样，但目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开源，让我们的开发者能够基于我们这样的开源成果，在这个上面做更多的一些软硬件的移植适配，来推动整个 RISC-V 更快的向高性能领域、向更完善的一些软件配套领域去发展。那除了我们推出的整个前面介绍的 Open 玄铁的这个 CPU 以外，我们也开源了一套叫芯片设计平台无键100。那这个无键100是基于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开源的玄铁 E902这个 CPU， 以及配套开源了MCU 领域里面需要配套的一些外设的一些 IP， 同时也配套了像我们的剑池 CDK 这样的开发环境。FPGA 仿真测试环境和 RTOS 系统的支持。那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这种硬件平台的开源，让我们的开发者能够比较低成本的拿到一颗 MCU 级别的 RISC-V 芯片，从硬件到软件上面整个的这个技术方案的实现是什么？那我们自己也基于这个无键100的芯片设计平台设计了一颗叫 CH2601的这么一颗 MCU 级别的芯片。那基于这个芯片，我们也做成了一些开发板，在我们自己平头哥组织的一些包括面向开发者的一些开发者大赛里面，给到开发者去做一些各种应用的一些开发。那开发者也基于这样的开发者这样的那个开发板，做了很多 IoT 的一些有趣的应用，也非常受欢迎。那随着这几年整个 RISC-V 从原先的一些 Chunks 领域到往更高性能的发展，那我们在去年RV 中国峰会上对外发布了一个 RISC-V 高性能的这个 Eagle 芯片平台无键600，同时基于这个无键600，我们也发布了我们一颗高性能的 SoC 芯片夜影1520。那这个夜影1520的话是基于我们玄铁 C910的一个4核的 CPU， 同时配套了高性能的一些 GPU 啊，包括硬件编解码，包括一些高速 DDR 接口和4体的 AI 算力。那这颗 SoC 的话，基本上是 RISC-V 目前主流市场上面能够获取到的比较高性能的一个 SoC 芯片。大家可以在一些比如说面向于一些 AIoT 的一些边缘的计算的，包括 AI 计算的一些领域里面都可以得到应用。那这个芯片发布了以后，有了这样的硬件作为基础以后，一些复杂的操作系统，包括一些复杂的软件，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硬件的平台。所以我们在之后的这个云栖大会上面，平头哥跟 DeepIn 社区一起，包括还有龙溪社区、中科院软件所的 PLCT 实验室一起，推动了我们 DeepIn 的这个操作系统在我们这个夜影1520芯片上面的适配。那 DeepIn 操作系统也是首个支持我们夜影1520这个芯片的一个桌面级别的一个 OS 的产品。那有了这样的成果，我觉得至少让大家能看到说RISC-V 的芯片真正目前能够承载一个像 DeepIn 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系统，同时也为我们的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包括硬件平台，包括我们这个底层操作系统的一个基础的开发环境，让更多的开发者可以在这个上面去移植各种各样的一些桌面级的一些应用软件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软件的优化也好。那经过从去年到今年，应该也已经发布完了以后，也1年多时间了。我们也找到了很多一些合作伙伴，一起基于夜影2520芯片推出了很多的一些生态开发板。刚刚那个看王总的 PPT 里面有介绍了一些合作伙伴，也是我们这个生态开发板的合作伙伴。包括今天我也看现场，我们主办方也放了我们基于夜影1520的这个开发板的这个产品。那有了这样的开发板作为基础。同时呢，目前一些包括 DeepIn 以及其他的一些开源的操作系统，都已经能够在这个夜影1520上做了基础的适配，甚至有些操作系统上在这个基于夜影1520上面做了很多一些基于我们的一些 GPU 啊，包括一些硬件编解码，包括各种的一些 RISC-V 的一些扩展指令集的一些性能的优化。那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可以获得的这个硬件平台，
以及基于这样可易获得的硬件平台之上的这种复杂操作系统作为基础，来让我们整个的开发者能够有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 RISC-V 的一个开发环境，让大家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软硬件一体化的这些开发环境上面，能够来做一些比如说基础的一些库啊，包括一些开源应用软件上面的一些移植，来共同推动整个包括桌面级，包括其他应用领域的整个的这个开源软件生态体系在 RISC-V 上面的快速的成熟。那除了刚刚介绍的说，我们其实目前已经可以在包括线上线下各种渠道，包括一些社区里面都可以买到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开发板。那我们拼多多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让开发者更快的体验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基于 RISC-V 芯片的开发板。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开发板放到了一个机房里面，通过一个云上实验室这么一个服务，把整个开发板通过远程的方式能够给开发者提供出来。那开发者可以比较方便的上到我们这个玄铁的这个官网上面进行预约，预约到了以后就可以通过这个远程的方式，通过窗口调试的方式登录进去，来体验目前应该我们这个云上实验室里面应该能够把所有目前拼多多CPU IP 形成的这个开发板上面的这个各种开发板都已经能够覆盖到了，所以大家对于各种各样性能的，比如说 MCU 类的或者是一些性能更强的一些开发板，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线上去预约到，预约到完了以后可以做一个基础的体验，包括一个基础的一个性能评估，等到大家觉得可能某个开发板更合适以后，再可以就去线下去购买去体验。那前面介绍了我们拼多多在RISC-V CPU IP 包括芯片平台，包括高性能的这个 SoC 芯片上面的一些进展。那其实拼多多也一直持续的在投入软件上面的建设，包括积极的参与各种生态社区，来推动整个 RISC-V 在基础软件上面的一些完善。那对于拼多多自己来说，其实我们软件团队更多的是聚焦在我们整个 CPU IP 处理器相关的这些基础软件上面，包括比如说核心的一些 Linux kernel， 包括图形图像，包括一些多媒体，包括像 Java 虚拟机，包括 JS 引擎这样。我们更多的是说，我们怎么样用把整个的 RISC-V 的这些架构在这些软件上面支持上去，同时能够基于 RISC-V 的一些扩展指令集，包括我们一些特定的一些玄铁的扩展指令集，能够把这些特殊的一些软件能够把性能优化的更好。同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包括开发工具啊，包括一些 AI 的部署工具，我后面会介绍到，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些云上实验室啊，包括一些安全的一些平台。那基于这些基础的软件在 RISC-V 上面的支持完善，我们也在不断的推动 RISC-V 来融入目前主流的 OS 的生态。所以今天也有机会能够在 DeepIn 社区这么一个线下的环境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RISC-V 的目前的一些进展。那我们也希望说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软件的完善，有了整个一些比如说我们发行版的一些开源的操作系统的一些支持，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开发者在这个之上构建我们整个 RISC-V 的更丰富的一些软件生态上面。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在操作系统层面上面的一些支持以外，我们其实也非常积极的在参与国际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开源社区的一些工作。那整个 Linux 生态上面的话，不仅仅比如说从内核的这个 RISC-V 的一些支持，包括 RV32 的一些应用兼容，包括我们整个在内核上面的一些调试诊断的工具，以及我们也围绕TH1520就是夜莺150这个芯片，我们基于 Yocto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包括内核驱动，包括一些技术组件以及应用组件的一个完整的一个 SDK。同时我们在内核当中的贡献 RISC-V 相关的 patch 也非常多。那除了内核以外的话，我们其实在编译工具方面，因为本身在 CPU Arc 相关的话，就是除了内核以外，编译工具算是一个更加强相关的一个开源软件的关联度了。那我们其实一直在聚焦在整个的这个这些编译工具，围绕我们这个玄铁 RISC-V IP 上面的一些编译性能的提升，同时我们把一些开源上面的一些工作通过 patch 的方式提交到目前的像 GCC、LLVM 包括 QEMU 上面。同时在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商业化包括开源的软件上面，我们也进行了更深度的合作，让整个这些开源包括商业软件能够支持我们玄铁这个 RISC-V 的 IP， 包括像SoC 或者是芯片设计上面经常用到劳德巴赫，包括我们整个 IAR 都目前都能够支持到我们玄铁这个 RISC-V 的 IP。
那前面介绍了这个我们在软硬件开源工作上面的一些进展，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 RISC-V 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那这里我们认为未来 AI 是 RISC-V 超越传统架构的发力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现在刚刚王总也介绍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是非常热的。那不管我相信未来不管是在数据中心端还是在边缘端，整个的这个包括 AI 的训练、AI 的推理，整个对于 AI 算力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的。那 RISC-V 本身这个架构上面的开源开放的特点，同时从技术上面它又可以是面向领域的一些 DAC 架构的一些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是非常适合一些 AI 的芯片来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定制化的。所以我相信未来在 AI 这个领域会有越来越多以 RISC-V 为架构的一些 AI 芯片向市场上面推出。那基于这个思考的话，我们在今年的这个8月份的这个 RV 中国峰会上面发布了一个玄铁多媒体 AI 的这个软件平台。那这个软件平台的话，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通过它让整个在 RISC-V 芯片上面的整个的 AI 的一些应用开发能够更加方便、更加高效。所以这个里面我们通过底层把T-Media 这样的这种媒体的这种功能库，把像视频编解码，包括一些视频的前后处理的一些能力，通过功能的开发封装能够向上提供能力。同时我们在一些算力抽象库上面，我们通过 OpenCV， 通过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些 CSI-NN 这样的能力，把CPU 端的一些扩展指令以及上对于 AI 的这个算子的支持，把 NPU 的一些支持，把一些其他硬件加速的一些支持统一的抽象成了一个弹性的算力抽象库。那在上层面向开发者这一侧的话，我们基于 C-Vision 这样一套视觉的 pipeline 的引擎，把下面这些抽象的这些多媒体和 AI 的能力，通过插件的方式能够向上提供能力。这样的话，对于一个 AI 的应用开发来说，它其实可以比较方便的把我们提供的几十个、上百个这个 AI 的这个插件，能够快速的通过一个配置的方式，串联成一个我们叫应用 pipeline 也好，或者叫 AI 应用也好。那基本上更多的比如说把一些视频的从输入到一些前处理，到一些 AI 的推理，到一些输出，整个快速的 AI 应用能够构建出来。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一些比如说典型的边缘 AI 上面的一些目标识别啊，包括一些手势啊、视频的超分啊，包括一些音频信号的处理，我们都能够提供一些demo。当然，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基于这样 demo， 让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多媒体平台、多媒体 AI 平台的一些能力。那大家也可以基于这样多媒体 AI 的频率，那个能力来开发自己的一些特色的插件，来开发整体的自己的一些应用。那除了整个的这个多媒体 AI 的一些应用平台以外，我们也配套提供了一套 AI 的这个部署工具 HGB。因为目前不管从端侧也好，包括从未来的一些甚至数据中心的一些推理场景也好，我们认为未来基于 RISC-V 的这个异构计算的这些 AI 芯片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希望提供一套部署工具，让这些通用训练出来的一些 AI 模型可以一键部署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目标的这个芯片平台上，并且能够得到非常不错的一些 AI 性能的提升。所以我们目前通过 HGB 这个工具的话，已经能够支持像 TensorFlow、Caffe、PyTorch、Onyx 这种通用的这种 AI 框架，同时各种各样的这种算子支持也非常多。那在底层这个性能上面呢，我们通过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一些 AI 的算子封装，比如说我们在 RISC-V 上面就有像 Vector 或者未来的 Matrix 这样的扩展。我们基于这样的这种 CPU 的扩展，我们已经把一些 AI 的算子，基于这些扩展的实现的算子都已经封装出来了。同时，对于不同的 NPU， 我们也提供了统一的一些算子封装的能力。那基于这样的这种底层的这些硬件能力的封装以后，我们上面通过 HGB 转换出来的模型是可以直接调用到这些芯片的底层的一些 CPU， 包括 NPU 的一些异构算力的。这样的话，对于用户来说，它其实可以把一个通用模型通过这么一个转换工具，快速一键部署到这个异构芯片上面，并且得到整个芯片底层能够支持的这些 AI 算力的这些加速。那最后大家可以扫码关注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玄铁的这个官网因为我刚刚介绍到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在开源的一些 CPU 玄铁的 CPU IP， 包括我们无键100平台，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基础的一些编译工具啊，
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一些玄铁的 AI 的这些平台，我们都在这个玄铁官网上有一些产品化的介绍，包括一些 GitHub 地址都在这个官网上可以提到。那刚刚那个刘总前面提到了说，说一点比较触动我的是说，可能通过一些商业化的一些推动，可以让整个开源软件走得更快一点。那我觉得在 RISC-V 可能又有另外一方面的含义。我觉得在 RISC-V 这个层面，如果 RISC-V 这个架构要想走向未来更加复杂或者是更加高性能的一些应用场景，不管是在消费电子或者办公或者是未来的云计算里面，我认为开源是整个 RISC-V 走向这一切的一个基础能力。如果没有开源社区或者开源软件上面的完善，靠单某几家公司，不管是芯片公司也好，不管是软件公司也好，是没办法把一个新兴的一个架构，让它在某一个复杂领域里面做到它的软件完善的。所以我认为开源是 RISC-V 未来在新兴领域里面一切的基础。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这个交流活动，谢谢大家。